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足以改变你人生轨迹的书《掌控》。这本书的作者名字，他是一位在个人成长、高效习惯养成以及心理学应用领域有着卓越见解的专家。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研究那些在生活和工作中表现出色的人所具备的特质和行为模式，并将其提炼成了一套系统且实用的理论体系。而《掌控》就是这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掌控》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它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打开我们内心深处那扇通往高效、充实且有意义生活的大门。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各种琐事、压力和诱惑所困扰，感觉生活就像一团乱麻，难以理出头绪。而掌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让我们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掌控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进而掌控自己的人生轨迹。它不仅仅是一本理论性的书籍，更是一本行动指南。书中所阐述的理念和方法，经过了大量实践的检验，能够确实有效地帮助我们提升自我。无论是工作上的效率提升，还是个人生活中的目标达成，都能从中受益。而且，它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一旦我们将书中的习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就如同在我们的生活中种下了一颗颗充满活力的种子，它们会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生根发芽，不断成长，最终结出丰硕的果实。说到这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自己本可以做得更好，但最终却因为一些原因而错失了机会？也许是在一次重要的考试中，你因为时间分配不合理而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也许是在一个关键的项目中，你因为精力不济而没能按时完成任务；又或许是在一段人际关系中，你因为情绪管理不当而伤害了身边的人。其实，这样的情况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就拿著名作家斯蒂芬·金来说吧，在他成名前，他的生活可以说是充满了各种困境和挫折。他不仅要面对经济上的拮据，还要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抽出时间来写作。然而，他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打倒，而是通过一种强大的自我掌控能力，逐渐找到了生活和写作之间的平衡点。他每天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严格的写作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他会排除一切干扰，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正是这种对时间和精力的掌控，让他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成为了世界闻名的作家。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渴望像斯蒂芬·金那样，在自己的人生领域里取得卓越的成就。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掌控这本书将为我们揭晓答案。一、掌控目标，明确方向，聚焦力量。在掌控中，首先强调的就是对目标的掌控。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就像是我们人生航程中的灯塔，为我们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没有目标的人生，就像是在茫茫大海中航行却没有指南针的船只，只能随波逐流，漫无目的的漂泊。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类的大脑天生就喜欢追求明确性。当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时，我们的大脑会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将我们的思维、情感和行动都聚焦在这个目标上。这是因为明确的目标能够激活我们大脑中的奖励机制，让我们产生一种内在的动力去追求它。同时，目标的存在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衡量自身进步的标准，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从而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和成就感。在逻辑上，掌控目标意味着我们要将大目标分解成一个个小目标。大目标往往看起来遥不可及，容易让我们产生畏惧心理和挫败感，而小目标则不同，它们更具体，更容易实现。当我们完成一个小目标时，就会获得一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会激励我们继续朝着下一个小目标前进，就像是爬一座高山。如果我们只盯着山顶看，可能会觉得爬上去太难了，但当我们把目光放在眼前的一小段山路时，就会觉得一步一步走上去并不是那么困难。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掌控目标呢？首先，我们要学会设定 SMART 目标。SMART 是指具体的 specific 可衡量的 measurable 可实现的 attainable 相关的 relevant 还有实现的 time bound。例如，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不能只是简单的设定一个我要学好英语的目标，而应该是我要在3个月内将我的英语词汇量从3000提高到5000，并且能够流利地进行日常对话。其次，我们要定期回顾和调整目标。生活是不断变化的，我们的目标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每周或每月回顾一下自己目标的完成情况，看看是否需要做出一些改变。比如，如果你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可预见的困难，可能需要对目标进行适当的调整，或者改变实现目标的策略。掌控目标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有了明确的目标并朝着它努力时，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我们不再会感到迷茫和无所事事，因为我们的每一份努力都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而且，随着我们不断实现一个个小目标，我们的自信心会逐渐增强，我们会更有勇气去面对更大的挑战。
2、掌控时间，合理分配，高效利用。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之一，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常常因为不懂得如何掌控时间而浪费了大量的宝贵时光。掌控这本书中关于时间掌控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让我们能够合理的分配时间，高效的利用时间。从心理学上讲，我们对时间的感知是主观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而有时候又觉得时间过得很慢。这种对时间感知的不稳定性，往往会导致我们在时间管理上出现问题。例如，当我们沉浸在某项有趣的活动时，可能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结果导致我们原本计划好的其他事情没有时间去做。在逻辑上，掌控时间的关键在于对时间的规划和管理。我们需要将时间看作是一种有限的资源，根据不同的任务和目标进行合理的分配。这就像是在经营一家公司，我们需要根据公司的业务需求和目标，将资金、人力等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才能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在时间掌控方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实用的方法。首先是制定每日计划，每天早上花几分钟时间，列出当天需要完成的任务，并根据重要性和紧急程度对任务进行排序。例如，可以使用4象限法则，将任务分为重要且紧急、重要但不紧急、紧急但不重要、不重要且不紧急4类。然后，优先完成重要且紧急的任务。其次，要学会运用时间管理工具。现在有很多优秀的时间管理工具，如番茄工作法、Getting Things Done 等。以番茄工作法为例，它将工作时间分为一个个25分钟的时段，称为一个番茄钟，每个番茄钟之间休息5分钟。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能避免长时间工作带来的疲劳。另外，要学会说不。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扰和诱惑，比如朋友突然的邀约、无关紧要的社交活动等。如果我们不懂得拒绝，就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在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上。因此，当我们在执行计划时，要学会对那些可能会干扰我们时间安排的事情说不。掌控时间的好处是巨大的，通过合理的分配时间，我们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任务。同时，我们也能更好的平衡工作和生活，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例如，当我们在工作上能够高效的完成任务后，就会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进行休闲娱乐活动，这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3、掌控精力，科学管理，活力满满。精力是我们完成各项任务、追求目标的基础。如果我们的精力不足，即使有再好的目标和计划，也难以实现。掌控深入探讨了如何掌控精力，让我们能够保持充沛的精力去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精力与我们的情绪、压力水平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密切相关。当我们处于积极的情绪状态时，我们的精力往往会更加充沛；而当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时，我们的精力就会被消耗殆尽。此外，身体的健康状况也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精力水平，例如睡眠不足、饮食不健康等都会导致精力不足。在逻辑上，掌控精力的核心在于对精力的科学管理。我们需要了解精力的来源和消耗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增加精力的来源，减少精力的消耗。就像是一辆汽车，我们需要定期给汽车加油，同时也要注意汽车的保养，才能保证汽车能够正常行驶。在掌控精力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是保持良好的睡眠，睡眠是恢复精力的关键因素之一。我们应该养成规律的睡眠习惯，每天保证7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例如，睡前避免使用电子设备，保持卧室的安静和黑暗等都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其次是合理的饮食，饮食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是维持精力充沛的重要基础。我们应该选择富含营养的食物，如蔬菜、水果、全谷物、瘦肉等，避免过多的高糖、高脂肪食物。同时，要保持饮食的规律性，不要暴饮暴食。此外，适当的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的代谢能力，从而提高精力水平。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如散步、跑步、瑜伽等。每周至少进行34次的运动，每次运动时间不少于30分钟。掌控精力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拥有充沛的精力时，我们会感觉更加有活力，能够更高效地完成各项任务。我们会更有耐心和毅力去面对困难和挑战，而且在人际关系中也会表现得更加积极和热情。4、掌控情绪，积极乐观，心态平和。情绪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行为以及人际关系。掌控告诉我们要学会掌控情绪，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心态平和的状态。从心理学上讲，情绪是由我们对外界刺激的认知和评价所引起的。当我们面对不同的情境时，我们的认知和评价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例如，同样是面对一个挑战，
如果我们将它看作是一个机遇，我们就会产生积极的情绪，如兴奋、期待等；如果我们将它看作是一个威胁，我们就会产生消极的情绪，如焦虑、恐惧等。在逻辑上，掌控情绪的关键在于改变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和评价。我们需要学会用一种积极乐观的视角去看待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就像是一面镜子，当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它时，它所呈现出来的样子是不同的。要掌控情绪，我们可以尝试以下方法。首先是认知重构。当我们产生消极情绪时，要及时反思自己的认知和评价，看看是否存在一些不合理的信念。例如，如果你因为一次考试失败而感到沮丧，你可以问自己，这次考试失败真的就意味着我一无是处吗？通过这种反思，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的不合理信念，并尝试用更合理的信念来替代它。其次是情绪表达。我们要学会用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不要让情绪在心中积压。例如，当你不开心时，可以找朋友倾诉，或者通过写日记、绘画等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另外，要培养积极的心态，可以通过阅读积极向上的书籍、观看励志的电影、与积极乐观的人交往等方式来培养自己的积极心态。掌控情绪的好处是巨大的。积极乐观的心态可以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更加从容不迫，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而且，心态平和的状态有助于我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让我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更加和谐融洽。5、掌控习惯，持续行动，塑造人生。习惯是我们在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行为模式，它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掌控强调要掌控习惯，通过持续的行动来塑造我们的人生。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习惯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涉及到大脑中神经回路的建立。当我们重复某种行为时，大脑中的神经元之间会形成一种新的连接，这种连接会随着重复次数的增加而不断加强，最终形成一种习惯。而且，习惯一旦形成，就会具有一种自动化的特征，我们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意志力就能完成这种行为。在逻辑上，掌控习惯的关键在于建立良好的行为模式。我们需要将那些对我们有益的行为，如阅读、运动、健康饮食等，变成一种习惯。同时，要克服那些不良的习惯，如吸烟、酗酒、拖延等。要掌控习惯，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有效的方法。首先是设定小目标，并逐步增加难度。例如，如果你想养成每天阅读的习惯，可以先从每天阅读10分钟开始，然后逐渐增加到20分钟、30分钟等。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地开始行动，并且在逐步增加难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习惯。其次是建立奖励机制。当我们完成某种习惯性行为后，可以给自己一些奖励，如吃一块巧克力、看一集喜欢的电视剧等。这种奖励机制可以增强我们养成习惯的动力。另外，要保持环境的支持性。例如，如果你想养成运动的习惯，可以选择一个离自己家近的健身房，或者在家里设置一个简易的健身角，这样可以减少我们在养成习惯过程中遇到的阻力。掌控习惯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拥有良好的习惯后，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有序和高效。而且，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它可以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推动着我们朝着我们的目标前进，最终塑造我们的人生。通过以上对《掌控》这本书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系统而全面的掌控人生的方法。它涵盖了掌控目标、时间、精力、情绪和习惯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我们人生的关键要素。如果你也想掌控自己的人生，那么我强烈建议你阅读《掌控》这本书，并将其中的习惯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中。不要再让生活中的琐事和压力左右你的生活，从现在开始，主动的去掌控你的生活。相信我，当你开始行动时，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向你敞开。记住，你的人生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不要害怕改变，不要畏惧挑战，因为你有能力去掌控这一切。想象一下，当你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时，你会拥有怎样的生活呢？你可以自由地追求你的梦想，可以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所以，行动起来吧，去阅读《掌控》，去开启你的高效人生之旅。